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節目，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最近就有一篇喺軍政界別廣為人討論嘅一篇文章喺網上廣傳，就係關於中美喺嚟緊新嘅形勢，中國似乎喺政策上邊、策略上邊咧，似乎有所改變。呢篇論文分析咧，就係嚟自有一位美國史丹福大學嘅政治學教授兼研究員，佢就指到經過咗習拜再會之後，經過咗香山論壇之後，就係剛剛喺北京最多人出席嗰個香山論壇，對呢個世界大國競爭、地區衝突同埋國際嘅體系咧，點樣有一連串嘅改變。但係呢篇文佢嘅論文廣受傳播嘅原因，唔係因為佢講嘅係呢個話題，而係好多人覺得佢以佢嘅身份字裏行間咧，好似暗藏佢啲陰謀。呢篇論文寫得好有技巧，似是而非，令人哋睇完之後覺得佢好似講得啱，但係咧諗來好似唔多對路咁樣。點解有咁玄奇嘅咧？背後呢一位高級研究員，佢自己亦都係空軍嘅預備役軍官，當然係效力美國噶啦。背後佢咩圖謀咧？寫篇嘢而導致華人世界喺網上社交媒體不停咁廣傳，大家都喺度摸索緊佢背後嘅圖謀。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嘅咧，就係另一樣現在喺網上得到廣傳嘅，就係一系列嘅圖片。呢個系列咧嘅圖片咧，就係兵馬俑同埋美國自由女神嘅和好親密照片啦。本來表面上面咧就係要嚟慶祝中美嘅關係趨向好嘅發展咧而去炮製嘅，但係大家都睇得出背後個諷刺美國嘅味道極之濃烈。而且咧，每一張圖嘅背後咧，都隱藏住一啲心意嘅。呢一系列嘅創作，亦都喺網上廣傳，同時間引起網上啲乜嘢言論咧？中國喺最近呢段日子就封咗美國8個第一，係邊8個第一咧？點解咁樣嚟讚美國咧？當然就一定係講反話噶啦。大家想知道嘅，記住聽埋呢集節目嘅第二段新聞。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咧，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咁事不宜遲，為大家開始報導一個喺中港台3地嘅廣傳嘅一篇嚟自史丹福大學研究員 Oriana 梅惠林嘅一篇論文，係專責分析中國同美國喺策略方面似乎喺度改變，如何影響住呢個世界大國嘅競爭，如何影響住呢個世界嘅勢力分佈、地區衝突同埋國際體系嘅變化。表面上呢個係一個好大體嘅一個國際形勢分析，亦都透過中美關係嘅緩和啦、趨向好嘅發展啦，同埋亦都分析呢個台海嗰邊嘅局勢嘅。但係呢篇文章，如果大家聽落去嘅時候，就會聽得出喺字裏行間係暗藏一啲圖謀、一啲動機，寫到似是而非。所以之所以係咁呢，就令到全亞洲嘅華人都熱烈咁討論呢篇嘢。話俾大家聽。都原原本本咁講俾你哋聽，呢位梅惠林到底佢係咩人？佢全名就叫 Oriana Skylar Mastro， 佢就係一位美國史丹福大學弗利曼史波利國際問題研究所嘅高級研究員。佢亦都參加咗我哋剛剛北京嘅香山論壇，能夠參加得我哋剛剛嘅北京香山論壇關係到防務事情，去得嘅都係高級別高格調嘅人。剛剛喺北京上演嘅香山論壇亦都係史上最多人去嘅，有幾千位嚟自世界各地同防務有關人都一齊出席。
中美聚焦北京編輯部，圍繞住中美大國博弈背景之下，亞太安全嘅形勢同埋台海局勢呢樣嘢咧，就對 Oriana 梅惠琳咧進行咗專訪，內容咧就係關於咁樣嘅。梅惠琳佢自己係博士，佢亦都係中國嘅軍事戰略專家，佢已經從事研究中國局勢、亞太局勢咧，研究咗超過10年嘅工作。美國企業嘅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任史丹福大學政治學系嘅助理教授。佢自己亦都同時間係美國嘅空軍預備役嘅軍官，佢仲擔任咗太平洋嘅空軍司令部嘅政治軍事戰略專家，所以佢有咁嘅資格去出席香山論壇。佢出席香山論壇之前呢，佢曾經喺紐約時報發文，其實佢喺好多雜誌咧都有發文。佢臨去北京之前，佢嘅文中講到，佢呼籲美國政府要保持中立，重申記住同中國講唔好支持台自立、自成一國，唔好反對兩岸統一，要俾中國再一次保證，等兩岸呢解決分歧。佢認為中美呢只要係咁就可以達成新嘅諒解同埋協議。咁表面上睇起上嚟呢，佢寫篇文就係為咗去進諫拜登，等佢唔好刺激中國，要同中國打好關係。表面上動機好似係良好，但係呢，大家聽落去就知道呢條友呢就係包藏禍心，始終呢都係非我族類，係唔會企喺我哋度講嘢，講真係為世界。同埋大家聽到啦，佢係空軍嘅預備役嘅軍官，佢一定係偏幫呢軍方嗰邊嘅。大家聽埋落去，關於今次嘅論壇佢嘅感受，大國競爭、地區衝突同埋國際體系嘅變化，世界係多極啊定係兩極？美國印太戰略令到亞太嘅地區安全局勢帶嚟咗點樣嘅變化？中國周邊嘅環境面臨點樣嘅挑戰？世界會否自此變成兩個對抗嘅陣營，然之後走向新嘅呢個冷戰格局呢？呢啲呢就係呢個專訪梅惠琳要一一解答嘅嘢。佢嘅回應就係劈頭一開始佢就話俾大家聽，形成對抗嘅陣營呢係有可能嘅，但係好難講係新嘅冷戰，因為中美嘅雙邊關係形勢唔同當年嘅美蘇爭霸。佢講好嗰面睇就係中美之間存在咗好多政治啊、社會啊，尤其是經濟嘅互動。但係唔好嗰面壞消息呢，就係因為太多呢啲複雜嘅利害關係嚟到糾纏住雙方，所以呢，好有可能喺各方面呢都引發唔同嘅摩擦同埋衝突。呢番說話呢，聽落有少少講咗等於冇講，咁但係呢，起碼有一樣好肯定嘅就係，中國如果同美國要發展新一輪嘅呢個非熱戰，唔好講係冷戰，一定同當年美蘇咧唔同。美蘇咧當年係絕對嘅絕緣噶嘛。梅惠琳話博士，佢話佢嘅理解咧就係中國政府過去一直以嚟都係優先重視同美國嘅盟友同埋夥伴關係，因為呢啲國家係世界上最發達同埋富裕嘅經濟體，所以中國對美國同埋嘅盟友最發達富裕嘅經濟體咧，一定係要結呢個夥伴國嘅關係。即係其實呢句咧，我又要插嘴啦。中國就算同唔係發達嘅國家都建立良好嘅夥伴關係，亦都協助佢哋做建設。咁你呢句說話已經講錯啦。再講落去，如果形成新嘅陣營嚟到去孤立呢啲國家，唔會被視為明智嘅戰略。佢意思即係話，成新嘅陣營孤立呢個世界歐美嘅發達國家咧，係一個唔明智嘅戰略。然而中國嘅策略似乎咧喺度改變。佢話今次去北京嘅香山論壇，佢觀察到中方咧去建構一個更加親中，即係 pro-China 陣營，甚至可能係反美嘅陣營嘅意願。你終於睇得到啦，優先發展同埋發展中嘅國家咧嘅關係，成為咗所謂嘅更親中嘅陣營。尤其是俄羅斯同埋伊朗呢啲同美國關係不友好嘅國家嘅關係，而美國咧仲未決定重新考慮佢嘅對華政策，所以只要兩國嘅關係咧按而家呢條路發展落去，無論係兩國嘅領導人見唔見面都好，都唔會影響到雙邊關係嘅性質帶嚟改變。所以世界有可能形成兩種陣營，但係除非兩個國家發生熱戰，
所謂嘅熱戰呢，即係常規戰、海陸空三軍嗰啲飛機大炮嗰啲，呢兩個陣營呢，先至為之係真真正正嘅形成。佢意思即係話，現在全球南方大家都記得，或者金磚五國同埋剛剛入金磚嘅6國，以及嚟緊排緊隊入金磚嘅組織國家，同埋參加一帶一路啊，希望同中國一齊發展嘅150個國家同經濟體，並唔係一個陣營。要發生嘅真真正正嘅熱戰呢，先至為之代表咗佢哋嘅意願，佢咁嘅意思。現在嘅中國唔係20-30年前嘅中國。事實上，美國過去對中國嘅經濟發展呢，一直持開放嘅態度。梅惠林博士講嘅，即使係10年前，中美都係保持住積極嘅雙邊關係。中國嗰陣時候呢，就已經係呢個世界嘅第2大經濟體啦。所以如果認為美國係對華強硬呢，認為美國係喺度應對緊自己嘅實力地位喺度下滑緊呢，咁講法係唔啱嘅。佢嘅意思係，而最終我哋睇到嘅係中國嘅軍隊從一個相對落後嘅狀態慢慢發展起嚟。美國對呢樣嘢係非常之焦慮，所以美國嘅政策轉為對華強硬。更多原因呢係處理安全嘅問題考慮，當前呢就係要改善兩個嘅關係呢，所以非常之困難。大家聽完呢一段之後呢，有冇發覺有啲唔妥啊？不如咁，大家將大家覺得唔妥嘅嘢呢記喺心入邊。我哋講完梅惠林講嘅一切呢，我哋嚟個大總結。關於亞太安全裏面嘅台海局勢，從美國嘅官方態度睇嚟呢，拜登多次提到要協防台省。台省係我講嘅呢，佢唔會講台省嘅，佢講台灣嘅。布林肯甚至話台灣嘅問題係屬於全球嘅問題。美國政府喺台灣嘅問題上面嘅立場、態度以及戰略嘅目的有啲咩新嘅變化呢？中美點樣可以喺台灣問題上面控制好管控到個風險呢？梅惠林咁講，美國嘅政府嘅政策就係要確保中國大陸係唔會對台灣用力量嚟到喐手嘅，並且喺中國嘅大陸如果對台省嗰度用軍備嘅時候呢，要協防台灣。美國幫助台軍強化佢自身嘅能力，在於擔心大陸會迅速拿下台省，而美國係嚟唔切嚟到支援嘅。喺軍事層面上面，梅惠林博士佢話佢認為軍事威脅係非常之重要。如果中國認為自己已經佔據咗某啲嘅軍事優勢，咁樣呢會令到即係如果中國有咁嘅諗法嘅話呢，係會令到台省嗰個局勢呢，台海局勢好唔穩定咁話。梅惠林話佢喺紐約時報嘅文章就係，這就是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誤解。佢寫咗篇咁樣嘅文，這就是美國對於台灣同埋中國大陸的誤解。咁點解佢寫啲咁嘅文章呢？因為佢就係主力研究亞太嘅局勢，中國嘅軍事，佢已經搞咗呢樣嘢呢就10幾年嘅啦。好似由09年開始呢，已經着重研究亞太呢邊同埋中國台省呢邊嘅情況。咁我一陣間亦都會呢喺總結嗰個時候話俾大家，所謂研究其實係做啲乜嘢？呢啲智庫組織嘅成立，請呢啲研究員係要制定啲點樣嘅戰略方針。佢話佢寫嗰篇文中主要呢就要強調美國喺建構軍事威懾嘅同時呢，必須要非常之明確自己嘅目的。梅惠林佢話佢對美國對台灣以及中國大陸嘅承諾嘅理解係，美國想阻止中國大陸用力量嚟到統一台灣，但係美國嘅政策呢並唔係要阻止兩岸統一。佢深信認為喺特朗普執政時期，有啲人呢就有困惑，或者知啲唔知啲，但係大家有唔同嘅想法。大家呢無論係咩諗法都好，但係其實都係一心諗住純粹去保護住台灣呢個政治空間，呢個民主嘅政治空間啫。佢咁講，佢話佢個人嘅擔心呢就係，如果美國嘅政策偏向咗呢個方向，想要避免戰爭將會變得非常之困難。所以美國嘅目標應該係有限度嚟到協防台省，唔好呢離開咗應有嘅軌道。嗱，講到嚟呢度呢，大家開始聽到有啲嘢又好似根據事實，又好似唔係，開始有啲似是而非啦。咁其實大家聽落個總結呢，就會明白呢個梅惠林呢到底係咩葫蘆賣咩藥。
佢仲話佢想明確咁清晰表達兩點。第一點呢，就係中美嘅關係如果向前推進，唯一個方法就喺台省嘅問題上面呢達到某啲諒解。上世紀70年代末，兩國必須要處理呢啲棘手嘅議題，否則雙方喺呢個反客人主義同埋非傳統安全領域嘅合作呢就無從談起啦。第二，中美必須要承認雙方嘅政策同埋行為都已經發生咗變化，比如話頭先我提到大陸嘅軍隊而家已經非常之強大，現在針對台省嘅例行軍演呢就係最新嘅變化。嗱，呢樣嘢呢我要講少少注解，為咗了解梅惠林呢個人呢咩葫蘆賣咩藥，我睇晒佢過去2023年嘅好多篇文章，佢其中一篇文章呢就係有提到過大陸嘅呢現在嘅例行軍演呢唔係純粹軍演，係一個彩排，係一個 rehearsal 啊，即係話係一個奪台嘅 rehearsal 啊，就告誡台省嗰邊呢要更加緊張，同埋美國呢對佢要更加協防咁話嘅。嗱，佢半年前寫過篇咁嘅文章㗎，但係而家呢講嘅説話呢又有冇出入呢？有冇些少方向唔同呢？佢喺度搞緊啲乜嘢呢？我轉頭會同大家講。嗱，呢個人呢好蠱惑嘅，佢曾經佢而家呢表明話自己係唔支持台自立。但係佢曾經亦都寫過篇文章呢，就話台灣應該自立，美國應該大肆宣揚咁承認台灣係一個自主嘅國家。呢啲咁嘅文章呢，係唔夠1年前寫嘅啫。我點解佢會咁樣呢？轉頭喺總結呢，亦都會為大家一一嚟到道破美國同台灣嘅一啲政治互動。佢話相對而言呢，出現咗新嘅變化，或者唔係第一次出現，但係喺數量同埋頻次上面呢，不斷咁增加。所以佢認為中美之間任何可能係新嘅協議都應該考慮到呢兩方面嘅問題。佢頭先講過兩點，就係再重複一次，台省嘅問題中美之間呢要有某種諒解，即係一人要退一步。第二，中美呢要承認對方雙方過咗咁多年，由70年代到而家呢都已經好多改變啦。例如話內地嘅軍事力量非常之強大，經常呢都有例行嘅軍演。佢話嚟緊呢個協議呢，中美之間應該就住呢兩方面好好傾下，即係中國如果同意減少對台省嘅軍事力量 show muscle 嘅軍演，作為對美國嘅回報，咁喺承諾台灣嘅問題上面保持中立呢，或者唔對兩岸關係嘅行政進行干涉，即係呢，佢意思係話希望內地減少軍演，減少嚇親台省嗰邊嘅膽仔，咁呢，喺美國就會呢。亦都會退讓一步，承諾唔再干預兩岸嘅關係咁話。關於美國對台灣售武同埋協防方面嘅承諾，咁你又點睇呢？梅惠林呢樣嘢係經常強調嘅，拜登政府以及喺台省問題上面嘅立場同埋表達，梅惠林呢就喺度咁講啦。嗱，美國做出呢啲咁嘅承諾係根據台海嘅地區軍事力量平衡嘅狀態而定嘅。美國對台灣嘅軍事援助增加嘅原因就係因為中國嘅軍方對台省嘅壓力增多咗。嗱，如果中國減少對台省嘅軍事威嚇，即係 show muscle 頭先講嘅，佢話我肯定美國將會願意考慮重新考慮佢協台省協防台省嘅軍事立場。但係梅惠林佢話我睇到嘅就係美國好擔心中國會喺台海嘅地區嘅軍事立場，中國擔心嘅係美國對台省嗰邊嘅政治立場影響，所以呢，一個就係軍事，一個就係政治。嗱，兩方面都要讓步嘅。重申一次，佢想表達嘅就係只要中國減少對台省嘅軍事威嚇 show muscle，美國就會停止用政治影響台省嗰邊嘅政治，影響兩岸嘅關係。佢咁講，咁其實我總結開始想講佢咩葫蘆賣咩藥，有咩圖謀開始呼之欲出㗎啦。佢仲話喺整個亞洲多數嘅戰爭，美國將會贏，係咩？但係台海中國就會迅速取勝。呢個唔單止係因為中國嘅軍事能力，而且都係同地理位置有關。美軍係遠遠離開台灣唔知10萬8千里遠嘅，但係中國大陸同埋台海先至得嗰100英里咁近，所以美國要支援要花好長嘅時間。到時會更加依賴衛星，但係中國大陸唔單止會佔地理嘅優勢，而且中國大陸都有衛星，甚至可以癱瘓美國嘅通訊。所以
佢話中國大陸因為咁會贏。咁喺台灣嘅問題上面，佢嘅立場同埋表達佢點講呢？佢話佢認為現在嘅講法，即係拜老頭啱啱喺習拜再會嗰陣時候嘅講法咧，唔支持台自立已經足夠咧嚇台灣省㗎啦，已經足夠確保佢唔會做什麼瘋狂嘅事。係咩？拜登講咗唔支持台自立一中政策，講咗好多年㗎咯。台灣嗰邊越玩越癲，咁你有咩解釋呢？不過佢係冇解釋嘅，佢繼續講佢啲自說自話啦嚇。佢話如果美國用反對呢啲咁嘅措辭，即係意味住咧，就算台省宣布自立為國美國都將會懲罰台省或者做啲乜嘢。美國現在講到明話唔支持台自立嘅原因好清晰，即係如果台灣想走嗰條路嘅話咧，如果你要自立，你就要靠你自己啦。美國乜都唔會做嘅，亦都唔會故意咧傷害台省，但係咧唔會再支持同埋保護你噶啦。正如梅惠林話，佢頭先已經提到，可能美國需要做出額外嘅妥協，承諾唔支持台省嘅同時，亦都承諾唔反對兩岸統一，即係要講到明嘅，唔反對兩岸統一。咁樣可能咧就會更加有用，更加有用做啲咩咧？更加有用同中國嚟到去有緩和嘅關係。與此同時，中國係唔會宣布放棄使用力量嘅，但係可以減少喺台海嘅軍事部署，咁樣對美國係有可能同中國達成咧更加好嘅協議。台灣可能會感到好唔高興喺咁嘅情況下，但係呢種協議，美國協防台灣，亦都係一個協議，亦都係唔會變嘅。嗱，大家聽到佢咧，好似自說自話，一方面咧又話美國咧就係講到明唔支持台自立為國啦，唔會幫你噶，你做咩靠你自己。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又話，若然有咩力量嘅行動嘅話咧，美國嘅協議協防台省亦都唔會變喎。咁其實佢講緊啲乜嘢呢？大家係咪覺得有少少自相矛盾呢？唔係，佢喺度玩緊嘢。轉頭咧總結大家就會知道噶啦。關於南海嘅爭端，自從特朗普執政，蓬佩奧擔任國務卿開始，美國就喺中非南海爭端、黃岩島嘅問題上面咧，已經明顯站咗邊，改變咗之前奧巴馬政府嘅立場。而拜登總統上咗台之後咧，亦都冇改變、冇扭轉呢個立場。美國喺南海嘅問題上邊選擇企同中國對立嗰邊，中國應該點樣應對呢？梅惠林就話啦，美國關心嘅係邊個可以控制南海嘅所有水道，美國反對中國控制呢啲水道。中國越係公開宣稱對呢啲島礁有佢主權嘅話咧，並對國際法有佢自己嘅解讀，美國越係就會介入南海嗰邊嘅爭端。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喺南海問題上面咧係信任中國嘅。佢話奧巴馬執政嗰陣時候咧係信任中國嘅，認為中國係抱有良好嘅意圖，咁樣令到奧巴馬政府睇上去咧非常之愚蠢。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以前咧美國信你唔會亂嚟居然你真係中國真係亂嚟真係睇錯你啊！我哋傻，我哋信你。佢想咁樣講，咁但係事實係咩？大家完全清楚啦。佢話因為中國當時曾經承諾唔會將南海軍事化，但係到最後將南海軍事化，亦係中國。美國認為奧巴馬時期嘅立場咧就係過於軟弱，所以導致呢啲問題。如果美國當年立場可以強硬一啲，就可以避免當時南海嘅現狀咧就改變到而家咁樣啦。咁美國咧可能就唔會採取而家嘅立場，即係佢話美國咧可能而家就唔會搞事咁話。呢個亦都係點解特朗普同拜登兩屆政府明顯強調捍衛盟友菲律賓嘅原因。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講少少嘢啦。咁嗰啲1、2、3島鏈，請問係點樣嚟㗎？請問你美國一直以嚟對圍堵中國嘅戰略又係點樣成就出嚟㗎？難道奧巴馬嗰陣時候就冇嘅，係近來先至有？近來先至有就係因為中國要收翻一啲我哋有主權嘅島礁咁樣啊。OK， 再落去啦，佢個訪問仲講咗啲咩呢？佢話關於中美喺南海地區發生誤判意外嘅風險嘅可能性，同埋兩國點樣展開對話管控風險，梅惠林有佢嘅見解。佢話我唔係擔心南海地區出現誤判同埋衝突，因為目前而言咧，喺有可能嘅台海衝突上面，美國並不佔優勢。佢頭先講咗啦，係我哋中國會迅速收翻台省，美國咧係鞭長莫及，中國將會快速取勝。但係喺南海，中國尚沒有辦法
將整個南海投射軍力，所以一旦呢，如果有任何誤判或者誤解出現，我諗中國會好主動咁去緩解緊張局勢，避免升級。但係如果問我10年之後會點樣呢？可能形勢就會唔同。表面上佢嘅意思即係話10年後呢，中國嘅軍力會更加勁，暗裏呢，佢就話中國10年後軍力會更加勁，會更加大肆將軍力去投射喺南海上邊。即係佢呢講呢番說話呢，就假設咗南海呢就唔應該中國介入嘅，唔應該中國將軍力呢過去。佢已經預設咗呢，就係中國對呢啲島礁係並沒有主權，所以啊，佢已經預設咗美國同埋菲律賓嘅聯盟係正義嘅一方，純粹係為咗維護呢個南海嗰邊啊嘅穩定，唔好有軍事嘅行動發生啫。即係不如啊調翻轉頭講阿梅惠琳姐，如果中國減少我哋嘅軍事演習，不如你美國都減少軍事演習啊，好唔好？你試下叫下美國減少軍演啦。不過你到時呢，你又可能呢，會有第二個說法就話美國軍演嘅原因，因為你中國有軍演，你中國一發展經濟，一發展科技，發展軍事，所以美國咪要係咁軍演咯。你唔發展嘅話，我哋咪唔軍演咯。嗱，佢嘅立場就係咁。好啦，講嚟呢度呢，大家聽完呢個梅惠琳姐呢個身位再講一講佢嘅 profile 啦。因為我知道呢個世界好多人呢，都對啲名校美國一級學府研究中心呢啲呢，都係趨之若鶩嘅。咁佢係史丹福大學嘅政治學助理教授，亦都係高級研究員。佢有資格出席北京嘅香山論壇。佢係多年嘅亞太台海局勢專家，專門研究中國嘅軍事同埋政策嘅。佢亦係智庫組織爭住要用嘅研究員嘅人物。佢自己亦都係空軍預備役嘅軍官。佢呢同呢個空軍嗰邊呢就有大量嘅軍事研究，特登請佢嚟做戰略嘅顧問專家嘅。嗱，好似呢啲人係咪人中龍鳳啊？但係大家聽完佢講呢個訪問同佢講嘅說話，我再講一講佢以前有啲咩立場。我睇咗佢過去1年嘅一啲文章，佢係支持美國更加要有力量地呢嚟到去包裝台省，等台省呢有足夠嘅能力同中國嘅對着幹。仲有佢係支持過美國應該呢承認台省係一個自主嘅民主國家。仲有佢亦都寫過好多文章嚟到去講，淨係美國支持台省唔夠嘅，日本都要落場。日本應該一改佢之前嘅所有以自衛防守嘅軍事目標，要更加有力量咁樣呢，更加活躍主動地嚟到去聯防台省先至得㗎。佢曾經講過呢啲咁嘅說話，寫過好多文章講呢啲嘢嘅。咁大家知佢立場係乜嘢啦？一定係主戰嘅。至於佢呢篇文章點解包裝到自己，就係其實美國唔想喺台海同埋南海做任何嘢㗎，只不過中國不斷咁發展。只不過中國喺台省嗰度軍演，亦都喺南海嗰度呢開始要收翻佢啲島礁，咁所以美國先至做嘢啫嘛。咁點解佢咁講呢？呢啲係擺明嘅擘大眼講大話。但係以佢咁高級嘅人才，甚至佢以前亦都寫過大量嘅文章，唔係咁講嘅。其實就好簡單，因為呢踏入咗呢個自從巴以之後呢個世界局勢呢開始急劇咁轉變，俄佬烏仔揸乾咗北約，然之後呢，美國又開始有民眾嚟到去反對美國大筆嘅資金嚟到支援烏克蘭，冇被烏克蘭。咁所以美國嘅民眾呢，甚至開始對美國嘅國防開始好有意見，就針對呢個奧斯丁。美國為咗保持住佢嘅軍工複合體能夠貨如輪轉，即時禁制開呢個巴以戰場，而且巴以戰場亦都適逢呢個時候。一石幾好多嘢係一石幾鳥嘅，大家盡量係夾到啱啱好嘅時間，亦都係時間一改中東嘅版圖，因為中國喺中東嘅影響力已經日漸加深。仲有就係有條氣管由印度經以色列去到歐洲，因為以色列出邊對開有個盆地係有大量嘅天然氣，係根據10年前嘅一個地質學家研究所發現嘅，所以快啲重整中東嘅秩序。快啲佢哋可以開採呢啲資源同天然氣，重設中東嘅格局，亦都可以打斷中國喺中東嗰邊越嚟越深嘅影響力。啲軍事行動冇話邊個行先，冇話因為單一嘅原因嘅，大家都盡量做到一石幾鳥，先係一個明智嘅軍事行動。對美國嘅侵略戰略嚟講
就係咁樣。但係要成就一個重整中東戰略嘅宏大 project， 呢樣嘢已經令到美國開唔到第三條戰線啦。仲有好簡單，2024年呢就嚟到，拜登要專心投入佢嘅大選工程，所以有啲人就話，好多內地嘅網民睇完呢篇文章就話，係唔係而家寫篇咁嘅嘢，因為表示到想同中國求和，想同中國求和，剛剛有個習拜再會，釋出善意就係為咗中場休息啊。咁中場休息嘅原因為咗咩啊？就係因為要專心一致去應付內鬥，應付侵華嘅捲土重來，同埋美國根本兩條戰線已經非常之吃力。若然呢個時候唔同中國快啲摸一摸底，睇下中國有冇意欲用力量嚟收翻台省。萬一中國用力量收翻台省嘅時候，美國係乜都做唔到嘅，望到，所以咪要對中國釋出善意咯，所以咪要中場休息。咁所以呢個梅惠林先至咪寫篇咁嘅說話出嚟，寫篇咁嘅嘢，話點樣可以同中國讓步，咁就令到中國就維持住台海現狀，就唔會用力量急劇收翻台省啦。咁當然其他說話亦都係身為政治學教授嘅佢非常之政治正確噶啦。作為一個美國人，講到美國純粹係因為鼓吹民主價值，捍衛民主價值，所以如果台省係一個民主嘅地方嘅時候美國要想確保台省唔好俾中國收翻，咁影響咗佢嘅民主選舉。講得真係好聽嗱，呢啲就係民主價值輸出，咁即係美國就有資格去全世界捍衛民主啦，有資格攞道德高地干預人哋嘅國家內政。實際係人都知道民主呢樣嘢係要嚟輸出嚟到搞人哋噶啦，係要嚟呃鬼食豆腐噶啦，係人都知道。仲有好似講到中國同美國嘅關係，我哋係人都知道美國不容許任何人挑戰佢喺呢個世界霸權嘅地位。邊個稍為有多少發展、科技發展、經濟發展、軍事發展，甚至喺能源嘅領域上面開始有啲 say 稍為有啲影響力嘅時候美國都要喐你嘅。仲有一樣非常之大嘅因素又唔講，就係呢個世界除咗能源之外有第二樣嘢亦都有同等價值，就係晶片科技。掌握晶片，掌握天下嘅一切事物咁滯。台積電呢？台積電點解呢位梅惠林博士你又唔講啊？台積電係台省嘅經濟神山，若然中國收翻台省嘅時候台積電嘅科技同埋人員就落入掌中。點解你又唔講呢樣嘢呢？所以點都要美國點都要確保呢樣嘢唔好落入中國。如果萬一中國有啲咩行動起上嚟嘅時候美國甚至講過要炸咗台積電噶嘛，所以先至咁急要將台積電搬去美國咯。佢全靠張忠謀呢個老奸巨佢乜人都唔幫嘅，佢淨係幫佢自己嘅啫，先至同拜登鬥智鬥力。所以現在台積電都先至仲喺台灣省。話俾大家聽，其實台積電並沒有同華為 cut 單嘅，佢其實亦都有同華為繼續咁做芯片嘅。所以點解梅惠林講嘅嘢一改以前嘅作風，同佢以前講嘅嘢好似似是而非，有一致嘅地方，但係又好似聽落好矛盾。其實好簡單，喺而家呢個局勢尤其是啲智庫組織平時做啲咩呢？智庫組織就係一班人研究點搞事嘅，簡單講，研究對外嘅戰略，用各種唔同嘅方法同埋數據。呢啲智庫組織研究員，尤其是梅惠林呢啲人就係喺呢個時候用呢個史丹福大學教授嘅身份有一個政治學教授亦都出席過北京嘅香山論壇，就擺出嚟嗰個款好似好想促使表面好想促使中美嘅關係緩和，趨向好嘅發展，大家都唔好喐手，大家都唔好軍演。表面上就係咁樣，其實就係協助拜登嘅戰略。拜登呢個時候就一定唔可以揦着中國。拜登呢個時候踏入2024年，佢要專心佢嘅選舉，同埋俄烏巴以兩條戰線已經顧此失彼，已經掏空咗拜登咁滯噶啦。仲有當然就係之前嘅集數亦都曾經講過啦，成個美國嘅呢個商界龍頭巨企、科技界嘅巨企一齊出席呢個 APEC 嘅晚宴，要同習主席會面。表面上面就係大家睇到就係大家對中國嘅大經濟體、大市場好有興趣，暗面就係一齊出嚟到同時間逼拜登，你試下唔同習主席搞好個關係，等我哋享有中國嘅市場就集體出嚟到話俾拜登聽佢哋嘅意願，逼拜登嚟到就範。仲有拜登需要 sell 國債，中國再拋售國債
美國國債嘅時候，美國啲國債再係賣得啊，比10年前嘅表現更加差嘅時候咧，呢啲嘢全部都影響啊，唔止係拜登嘅選舉，仲係美國目前嘅情況。嗰啲梅惠林講啲什麼協議啊，協議前協議後，一方面又話同中國要有呢個協議，要尊重中國嘅一中政策，又話要同台省嗰邊要聯防，好似講到佢哋美國人好着重協議咁，其實根本又係嘥氣。美國係全世界最唔着重協議嘅國家，美國嘅協議咧就係要人哋守嘅啫，佢自己唔使守嘅。講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大家就會明白而家全世界點睇美國嘅協議啦。剛剛喺呢個 APEC 拜老頭咧，亦都同14個國家搞佢嗰啲咁嘅印太經濟框架嘅會議，就遲到1個鐘頭嗰個咧。然之後大家嘅反應係點咧？大家嘅反應就係話你遲到1個鐘，你根本就當我哋呢個印太經濟框架冇到，亦都唔尊重我哋14個國家。但係同時間，特朗普喺另外一邊就講啦，特朗普話嗱，如果我上任嘅時候咧，就即刻取消咗呢啲無謂嘅經濟框架，咁即係咩啊？咁即係再睇翻美國嘅往績，美國咧嘅協議咧係隨時可以彈出彈入，伊朗核協議可以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可以退出。咁今日同你整呢個什麼印太經濟框架，尊重你美國嘅計劃，尊重你美國嘅意願。原來特朗普一上任嘅時候咧，又廢除噶啦。咁即係呢樣嘢變成咗美國搞嗰啲協議咧，好多各國咧都會純粹呢個觀望態度，係唔會投入嚟到去協助嘅。呢篇文章點解喺內地得到廣傳嘅原因，亦都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人咧都覺得呢個梅惠林表面上面講嘢咧就好似政治正確，大家都預佢一定幫美國噶啦，但係咧好多說話好似似是而非，答落咧就好似一重一重，唔係淨係厚面皮講假話咁簡單，背後好似有個一致性，就係啲陰謀噶啦。嗱，呢個就係個陰謀啦。陰謀就係2024年要同中國搞好關係，等中國唔好製造問題出嚟咧，影響到拜老頭專心應付侵華同埋2條戰線，就係咁樣。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咧，就係喺網上啊，又係我哋華人世界喺中國內地甚至台省嗰邊，亦都廣傳嘅一紮系列嘅圖片。嗱，呢紮系列嘅圖片咧係創作兵馬俑擁抱住自由女神，有好多唔同嘅和睦啊、友好同埋親密嘅照片嘅一啲電腦製作嘅動畫片嚟嘅，動畫嘅照片。咁但係咧，點解會有呢一系列嘅圖片製作出嚟咧？表面上就係要慶祝，就係中國同埋美國嘅關係咧開始往好方面發展，開始緩和，慶祝呢個習拜再會咧有好嘅結果。但係其實咧，大家睇真啲，嗰個諷刺味道係非常之濃嘅。嗱，就同大家一齊嚟到去睇下啦。自從中美關係開始緩和，三藩市嘅中美習拜再會之後，網上就流傳呢啲兵馬俑啊同呢個自由女神嘅照片出嚟。嗱，大家睇下啲照片咧，好多唔同嘅，喺呢個社交媒體咧不停咁廣傳，甚至喺美國嗰邊咧啲人都睇完之後咧，連啲美國人都笑，有佢哋握手啦嘅照片啦，友好嘅照片啦，跟住開始咧唔止友好咁簡單咯，就超越呢個友好友誼關係咯，就有呢個擁抱喺個擁抱面對呢個日落西斜，深情對望，甚至有自由女神小鳥依人嘅一面，跟住唔止深情對望小鳥依人，仲有毛主席做證婚人，有2個結婚。嗱，睇到呢度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開始覺得啦，咬牙切齒做咩我哋中國堂堂男兒，堂堂大秦嘅紅豆豆男兒要娶個自由女神佢配唔配得起唔使擔心。呢個大秦嘅勇士咧，兵馬俑，佢畢竟都係春秋戰國嘅人咧，佢一定唔止娶1個番邦女子嘅，佢一定仲有幾個老婆嘅。呢個番邦女子自由女神一定唔會係正室，所以大家唔使緊張。嗱，點解網上面會有呢啲咁嘅相片嚟到製作咗出嚟咧？其實亦都係承接住以前曾經做過嘅一個系列嘅。呢個系列就係喺2020年2020年大家知道啦，病情嘅第一年，病情第一年嘅時候咧，咁就中國製作咗一個動畫出嚟。呢個動畫就叫做Once Upon a 病情，就係講到乜嘢咧？就係講到 LEGO 版嘅兵馬俑對住 LEGO 版嘅自由女神就話啦，喂，
咁冇用㗎你，啲病情守得咁差，笑佢啊，監控呢個病情不力。咁亦都喺嗰陣時候呢個系列咧得到網上嘅廣傳嘅，而今日就用住呢個系列就變成電腦化嘅呢個栩栩如生嘅真相嚟到去做出動畫嘅動作。所以表面上就係慶祝中國同埋美國嘅關係緩和趨向嘅呢個良好發展，但係其實有少少咧係表示咗美國啊需要小鳥依人，需要依偎我哋中國。我哋中國咧係呢個紅豆多個男子漢，係佢有求於我哋展開我哋嘅胸襟同埋胸膛去包容佢。好明顯咧係自由女神愛兵馬俑多過我哋愛佢嘅。而與此同時，連帶住呢一輪嘅冷嘲熱諷嘅呢啲電腦圖動畫片，喺央視曾經為美國封咗8個第一咧，亦都同時間得到廣傳。央視曾經喺自己嘅電視台為美國咧就封咗8個第一，呢8個第一咧美國認咗第二，真係冇人夠膽認第一，所以佢一定係第一。8個第一就係美國係呢個世界 No.1 抗病失敗嘅國家。另外第二，美國係呢個世界排第一嘅病情擴散得最多嘅國家。美國亦都係呢個世界第一呢個貨幣濫發嘅國家。美國又係呢個世界第一炮製呢個虛假信息嘅國家。仲有美國咧又係世界第一喺個政治上面咧甩鍋即係卸膊嘅國家。仲有美國係呢個世界第一呢個政體分裂嘅國家。跟住美國就係喺呢個病情嘅動盪得最厲害世界第一嘅國家。最後第8點，美國咧就係如果你追源溯始，所有呢個世界嘅客人主義分子咧，全部咧都係嚟自美國第一嘅國家。係啊，但係其實即係大家咧原來將呢個世界所有呢個客人分子客人活動，我哋將啲事情同埋呢啲組織嚟到去追源溯始嚟到研究一下咧，不難發覺大部分都係同美國有關嘅。所以官媒咧，我哋中國嘅央視曾經咁樣嚟到去貶低過美國，咁連同最近冷嘲熱諷美國因為美國要低聲下氣求我哋習主席對我哋釋出善意嘛，所以呢排咪咁多呢啲嘢嚟到冷嘲熱諷佢咯。所以最近咧就喺網上係咁廣傳啦。我自己點睇咧？話俾大家聽，央視會唔會係有佢嘅政治意味，亦都有佢嘅政治計劃咧？其實央視喺佢推出任何言論或者任何電視節目娛樂咧，其實亦都係配合埋國策嘅。我講個例子，就係最近咪拜老頭同埋我哋嘅習主席習拜再會嘅，喺同時間習拜再會嘅同時，央視就重播一套電影叫做《黃河絕戀》。呢個《黃河絕戀》咧，就係好多人都講到係央視特登喺中美關係去會面嘅時候咧，特登係帶呢個風向，係一個信號嚟嘅。但係好多人就話啦，會唔會巧合咋？大家知唔知《黃河絕戀》係講啲咩？《黃河絕戀》咧就係一套電影，就係講翻喺呢個二戰時期美國嘅一個飛行員因為俾日軍咧就打咗落嚟，所以咧佢就被逼急降落咗喺呢個中原嘅土地上面咧，就身上就唔係好掂啦，有傷啦，咁咧所以咧就咁啱遇到中國嘅解放軍，亦都得到咧我哋中國解放軍嘅女軍醫咧悉心咁照料，我哋中國嘅民眾咧對佢救援同埋對佢嘅協助。咁呢套電影嘅《黃河絕戀》咧就係講呢個美國嘅飛行員點樣同中國嘅解放軍嘅女軍醫咧一個浪漫嘅故事。對上一次播過呢個電影嘅咧就係2019年嘅6月19號。當其時又係咩時候啊？當其時就係 G20 開會，特朗普同習主席嘅對話就播呢套電影，所以咧佢選擇播呢啲電影咧係有佢嘅政治意味嘅。大家如果唔信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下，但凡中美關係搞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咧，有多少爭拗嘅時候咧，咁就會播啲紀錄片噶咯。例如話抗美援朝長津湖呢啲電影咧，又就嚟會出翻嚟噶咯。咁但係咧，如果要中美關係咧搞翻好嘅時候咧，又會播下啲北京遇上西雅圖黃河絕戀呢啲咁嘅電影。我自己咁樣覺得，就係央視佢有佢嘅做法。我覺得播呢個黃河絕戀咧唔係一件好事。請恕我咧，就作為呢個兩性心理學嘅博士咧，我自己比較敏感。就係黃河絕戀，畢竟就係講到一位美國嘅男飛行員
同呢個中國嘅女軍醫就有一段浪漫嘅故事。咁點解呢個中國嘅女軍醫見到咁多紅豆豆嘅中國勇士呢，就唔會同佢有浪漫嘅故事，偏偏同呢個美國嘅飛行員有浪漫嘅故事呢？仲有女軍醫有個承諾同埋有個職業嘅操守，就係咧要專業地對待每一位病人，唔可以咧同啲病人咧要盡量控制，唔可以有私情噶嘛。咁點解偏偏遇到呢個美國嘅飛行員啊，就會動凡心呢？不過我要強調嘅咧就係點解一定要喺電影裏邊，往往係白人嘅男子係隨時隨地咧就可以令到亞洲嘅女子咧嚟到對佢青睞，對佢動心。點解啲電影經常係咁樣？嗱，我就比較喜歡咧兵馬俑，令到呢個自由女神投懷送抱呢個啦，應該係我哋中國嘅紅豆豆嘅男子，令到西域嘅女子投懷送抱至係噶嘛。嗱，可能大家覺得咧，我咁講會有少少性別上面嘅敏感，係咪因為我係男子咧？自己我講個例子俾大家聽，大家就會明白。你先有見到咧，即係好少見到喺荷里活嘅電影係會有荷里活西人嘅女子對我哋東方嘅男兒咧投懷送抱啊！當然除咗李小龍啦，所以李小龍咧係值得被尊重嘅。但係你數唔數到好多例子出嚟啊？數唔數到幾個例子出嚟啊？但係如果我數我哋中國嘅女子喺荷里活嘅電影對西方嘅男兒、白人嘅男人嚟到投懷送抱咧，就比比皆是喎。我隨隨便便都可以講幾個例子俾大家聽。例如話最經典啦，呢套《蝴蝶夫人》嗱，大家睇下，唔使講啊，大家知內容講咩噶啦。跟住有呢個湯告魯斯嘅《最後的武士》，湯告魯斯走咗去日本嗰度做武士，然之後咧又可以令到日本嘅女子對佢投懷送抱。話俾大家聽個內容，仲要係咧湯告魯斯鋸咗佢老公嘅，跟住咧喺唔夠幾個月之後咧令到個女子中意咗佢，咁都得。跟住第三，睇下呢個占士邦系列，楊紫瓊嚟嘅呢個，楊紫瓊做女主角，又係最後同占士邦咧有佢哋嘅感情線喺部電影裏邊。但係咧，你揾到幾多個例子，就係西域嘅女子對我哋東方男兒嘅氣概、勇武以及我哋嘅才華、清眼有加，跟住咧就投懷送抱啊！你會唔會見到啲咁嘅情節咧？唔好話我兩性性別敏感或者敵視。呢個完完全全荷里活完全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男女之間咧係永遠唔係一視同仁嘅，呢個就係一種侵略，就係永遠做到咧佢好似西域佢哋呢啲荷里活嗰啲男人咧就永遠做到最 man， 佢啲美國人咧永遠做到最 man 最有魅力，你全世界嘅唔同種族嘅女仔咧都會對佢投懷送抱咁樣，所以我唔喜歡呢套《黃河絕戀》，我喜歡呢個兵馬俑，令到自由女神傾慕佢，對佢小鳥依人。咁唔知咧，大家係點睇？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二日嘅行程。第二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窮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窮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窮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
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彝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裡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游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
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涉原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
之中嘅其中兩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兩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澤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
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你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我今日嘅節目呢，就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請大家點擊新潮文嘅頻道，撳訂閱、撳讚好，同埋留言同埋廣傳我哋嘅頻道出去。除咗新潮文頻道之外，仲有新潮文 2.0 嘅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面書專頁。咁我今日節目嚟到呢度，多謝。